魏无羡此人平时看似懒懒散散，十分随性，实际上专注于某事时，容易沉浸其中。姑苏蓝氏因其奇思妙想的各类小玩意儿，在业猎中时常占据上风，出奇制胜。最近魏无羡兴趣点转移，热衷于给蓝忘机发明各种省时省力的厨余用具，虽偶有炸毁小厨房等意外发生，但他依然乐此不疲。眼下他对着已被拆解开来的风鞋盘忙个不停。魏婴，张嘴！蓝忘机把一勺碧梗粥并一块腌制鹅脯喂到魏无羡嘴边。他早已习惯魏无羡钻研某物时废寝忘食，但他一贯坚持让魏无羡规律饮食，因此时辰一到便直接喂食。再张嘴！蓝湛你真好，这是什么？好好吃。鸡随笋且响，不错，开始觉出食物味道了，看来是要完成了。果然，魏无羡道：我真他妈是个天才。把新做好的风鞋盘递到蓝忘机眼前。你看。蓝忘机接过风鞋盘，心道：短短时间便改良完毕，的确是个天才。先吃饭，先吃饭。魏无羡又夺过风鞋盘，扔到一边。蓝湛你做了好多菜啊！哇，火腿鲜笋汤，你有没有吃？先一起吃啊！我也改了东西给你。蓝忘机递过4个小纸人。咦，这是我做来替代凶尸的傀儡。魏无羡接过，微微感知了一下。你注入了你的灵力，自然造化一物克一物，凶尸属邪物，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，因此魏无羡也常备着符箓与纸傀儡。但纸傀儡毕竟力量较弱，不能与带有怨气的凶尸相提并论。在纸傀儡中储存足够的灵力，可使其更加强大，但对修士的灵力耗损也较大。魏无羡此次离去20多日，蓝忘机便每日给纸傀儡注入灵力，想等他归来时交给他。魏无羡夸张地说：蓝二哥哥，今晚不管你要对我做多奇怪的事情，我都依你。先吃饭。蓝景怡觉得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。此行一直很顺利，搜寻的这2天，韩光俊和魏前辈让他们自行拿着新风鞋盘搜寻精怪吐纳之气，魏前辈还指点了不少寻土变技的要点。大家围着篝火分享韩光君为魏前辈特制的风烟果子梨，轻松惬意的像一场计划之中的捷克测验。最妙的是夜晚轮流值守时，魏前辈向他透露了不少当年云深求学时期的趣事。蓝景怡想着归家之后自己会立刻变成同辈里的望线专家，便飘飘然，全然忘记了这次的夜猎对象也许会十分危险。此刻林间的风似乎静止了，夜色漆黑如墨，层层叠叠遮蔽了大部分阳光，林中光线昏暗阴沉，12方位的明火符簇簇燃烧，爆出一个个细小的灯花。在蓝家门生眼里，夜猎分为3个等级。第一类入门级，也就是初级，特征是魏前辈躲在小辈们或韩光君身后，要求保护灵力低微的柔弱男子。第2类中级，魏前辈会与韩光俊并肩而立，或是呈犄角之势将他们护在阵中。第3类蓝景怡并未遇到过，只是听蓝思追和金陵说起。金陵遭遇的那次，据说魏无羡抢不上前，挡在蓝忘机前方，碧晨却更快，瞬间解决了对手。金陵抱怨不已，说是没有给自己发挥的机会。而蓝思追遭遇的那次，魏无羡虽是先将蓝忘机护在身后，却很快决定让蓝思追他们强攻。于是蓝思追和师兄们经历了一场最为艰险的战斗，返回云深后，2人回想起来便会做噩梦。眼下便是类似的情况了。魏无羡突然做了个停止前行的手势，瞬移错身，挡在了蓝忘机身前。传说中的魏前辈会下意识去护韩光君的第3类夜猎。魏无羡甚至还没有将陈情横至唇边，但无端的，蓝景怡就是感觉到了那围绕在他周遭的肃杀之气。他像某种蓄势待发的兽，浑身充满了张力和战意，那是无数血与火才能淬炼出来的强大气场。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转敌，都仿佛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力量。面前这个人不仅仅是他们的魏前辈，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夷陵老祖，是射日之争中叱咤风云的战场传奇。蓝忘机微移一步，翻琴在手，碧晨静静出鞘，平悬在魏无羡身旁。
蓝思追和其他3位师弟迅速结成了4方阵型，蓝景怡和欧阳子珍则在阵前背对背站立。这是魏无羡事先安排，蓝思追严谨沉稳，由他领3位师弟结阵，相互照应。欧阳子珍虽不是蓝氏门人，不熟悉蓝氏阵型，但与蓝景怡多次结伴夜猎，颇有默契，因此2人一组机动支援。6人俱已拔剑，尽管还未感知到什么，众人都已汗毛倒竖。沙沙，前方密林里传来诡异的声响，远处的树木顶端开始晃动。魏无羡袖中划出2个纸人，他将纸人握至唇畔，轻吹了一口气，纸人胀大开来。魏无羡以朱砂笔在纸傀儡身前背后龙飞凤舞地写下连片符文，又划破手指，为纸傀儡点上眼珠，一连串动作迅疾流畅，一气呵成。蓝景怡甚至看不清他写了什么，纸傀儡便飘向异响传来的方向。魏无羡说：“子珍，你还没见过吧？真正的点睛照将术。”声音清洁，依旧是游刃有余的样子。这次的猎物对你们来说还早了点，我先削弱它。话音未落，蓝景怡腰间的腥风斜盘猛地颤动起来，同时陈情发出一声尖锐的鸣响，2个纸傀儡陡然变速，身上红光大涨，闪进密林深处，不见踪影。砰！远处瞬间倒了3棵合抱大树，地面簌簌震动。魏无羡催动陈情，笛音高亢跳跃，杀气四溢。他脸上挂着气定神闲、明俊逼人的笑容，猩红发带猎猎飞扬，令人目眩神迷。笛音愈发尖锐诡谲，小辈们听得耳膜轰鸣。蓝忘机轻拨琴弦，忘机琴发出一个清冷的低音。蓝忘机淡声道：“凝神。”魏无羡一边吹笛，一边缓步向前，蓝忘机紧随其后，碧尘始终护在魏无羡身侧。突然，魏无羡笛音转急，眼里也蹦出一丝红光，忘机琴随之而鸣，粼粼琴音有如实质，追寻着笛声穿林涉叶而去。嗷呜！巨大的呜咽之声，仿佛某种怪物遭遇了重创。魏无羡唇畔泛起疏狂的笑意，张扬而自得，满满是少年意气。他一甩马尾，回头道：“蓝湛，我只损了他一点皮毛。”无妨。风木由远至近轰然倒下，仿佛逐渐靠近之物怒不可遏，直接撞树踏木而来。蓝景怡霎时感觉到了那雾吐纳之间喷薄而出的怨气，未及反应，那雾卷起沙尘飞土，已冲至近前。铮！忘机琴响，连布3道蓝色阴障阻止了那雾的速度。于是蓝景怡看清了，那是一条黑色的巨蟒，4人合抱之粗，巨大的头颅上双眼已盲，2只眼睛犹如黑色灯笼，往外流出2道污浊血痕。蟒身上密密麻麻布满大小蛇脸，有如一层特殊的鳞甲，无数双蛇眼投射出空洞而苍白的光，死气沉沉。一只纸傀儡身上红光已灭，维持着双手导入蛇眼的姿势挂在巨蟒头上，另一只拖在蛇尾，似在减缓巨蟒的滑行速度。魏无羡招招手，那只尚能动作的纸傀儡离开蛇尾，飘到一旁。孩儿们，接下来换你们上。闻言，蓝忘机撤掉了2道阴障，巨蟒似也感觉到阻力减弱，更加凶猛地向最后一道阴障撞去。魏前辈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因是蛟蟒之物死后所化，死后执念不去，吞噬周遭蟒类蛇类，同类的怨念便以脸的形态出现在此物身上。魏无羡飞身跃上最近的一棵枫树，我已经击瞎了他的眼睛，他现在不能视物，攻击力减弱。景怡、子珍，你2人先上，思追你们4人从旁观察，找出击杀他的方法。是。毕竟有小师弟在后，蓝景怡不敢露怯，拔剑出鞘，和欧阳子珍快速交换了一下眼神。之前2人曾一同猎过一头妖兽，剑法配合已有心得。蓝忘机旋即撤掉了最后一道阴障，蓝景怡和欧阳子珍一左一右攻向蛇头，几十招掠过，险象环生。巨蟒尸怪虽然目不能视，闪避不及，但在被刺中的瞬间反击极为灵敏。蓝景怡和欧阳子珍都险些被毒牙咬中，而攻向他的剑招却无甚用处。3炷香过去，9攻不下。蓝景怡不合时宜地想，这次夜猎恐怕又拿不了甲等了。不知魏前辈方才是用了什么法子，
只凭2枚纸傀儡，便在短短时间内准确地击瞎他双目。蓝思追大喊：“攻他7寸！”4人分立4个阵脚，弯弓引箭，层层箭雨扑向巨蟒。